小白学配置路由器，路由器从出厂设置升级到 OpenWRT 开源固件，广联智通 GL iNet 路由器 GL-AX1800升级开源 OpenWRT 详细步骤，强大的科学上网路由器 AXT1800使用 OpenClash 的科学上网的 OpenWRT 固件版本。视频的主要内容是：第一，搜索并下载 GLX1800 OpenWRT 可以科学上网的开源固件升级包；第二，直接原厂版本升级会遇到的问题；第三，使用 boot 升级方式升级 OpenWRT 可以科学上网的开源固件升级包；第四，登录升级后的界面，登录 Lucy， 然后查看 OpenClash。后面需要配置 OpenClash， 添加各种节点。下面我开始讲一下如何通过网络去寻找 AXT1800的那个科学上网的开源固件的。我们打开谷歌浏览器，搜索 AXT1800，然后 GitHub，然后我们打开第一条吧。第一条就是我们打开它的链接，我们会发现右边就有一个已经 release 的一个 AX1800，11月21号的一个包，是个最新的版本的。然后我们看 AXT1800和 AXT1800的两个固件都是一样的。我们打开其中的一个。然后我们看到包主要有三个文件，一个是 bin 文件的和这个 image 文件和这个 tar 文件的。我们把这个三个包都下下来。我已经下载完了啊，就是我们现在打开那个下载。现在还在下载中。我们打开之前已经准备好下载的，就是 AX1200，11月21号的包，这也很快下载完了，我们就随便看一个吧，进去看吧。它一个是 bin 包，一个是 image 包，一个是 tar 包。就是我们一会儿我们就要用这三个包去对那个我们出厂的就新买回来的一个 XT1800进行升级，可能会出现问题，然后我一会儿给大家演示一下。好，这个包的下载就介绍到这里。好，现在我开始演示一下，就如何新买回来的 XT1800路由器，然后对它进行升级，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我们先看一下。现在路由器已经插上网线了，启起了，我们访问路由器。默认的 IP 是192.168.8.1，然后简体中文一步步的走，然后新密码我们输入一个密码。它这有个设置，就我们就弱密码吧，我一般用弱密码就可以了。你要是觉得复杂的，你可以用复杂的，这个可以看一下就行。然后应用，然后这个就进来了。现在我们点到升级系统下面有个升级的菜单，我们看到这个版本就是官方的一个版本，就是可能版本可能不太一样嘛，我们可能看一下就官方版本，我们点本地升级，我们就选刚才的，因为它这儿写了有 bin 文件、image 文件、tar 文件，我们直接用网上的那个 GitHub 上的那个开源的那个固件包看能不能升级上来。我们先选一个 bin，就是刚才我们在下载的。好，上传上去了。这个你看，它这提示一个，测试固件未通过，不通过，它可能是厂家做了一些限制，就直接那开源的包是无法用那个 bin 文件进行升级的。我们再试一下，其他的文件其实都是不行的，我们一个个的试一下 image，这个它也是不行的，就是它也是无法升级的，这是可能厂家做了一些限制。tar 文件。这样这也是不行的，所以这样你会发现，直接从厂家的那个版本最新版本升级上来
到那个开源的那个固件的版本是无法升级的。这样我们有什么办法呢？就前面我们已经有视频都提到了，我们就可以用那个Uboot 的升级办法，然后对它进行升级，这样可能就可以算是把这个绕过去吧，这样可以升级。好，这个先讲到这儿我一会儿再简单演示一下Uboot 的升级吧。其实关于 Uboot 的升级办法，我前面有一个专门做了一个视频已经讲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名字，然后我把链接也贴在这里，回头我把链接也放在视频下方，然后我就不再重复说了，然后这边简单说一下那个步骤，方便可能有人会忘记。第一个是连接网线，就只连接一个网线，然后第二步就是按住 Reset 键的同时，然后插上电源。然后路由器就起来了，开始灯闪5次，变成白灯的时候，我们把那个 reset 按钮给松开，松开来之后，然后就保持连接的状态，然后我们去电脑上配置一个静态 IP， 静态 IP 就配置为电脑对端的 IP 就是192.168.1.2，然后浏览器然后访问192.168.1.1，然后会打开一个网页，在那个界面上传一个 image 包，然后点升级就开始了，这样就可以把它个固件升级为OpenWRT 的一个升级包了。下面我就演示一下，那个硬件连接的部分就不演示了，我就直接在浏览器上连接访问192.168.1.1，看怎么升级的。具体的不太清楚的可以看之前的一个视频。好，现在我就演示一下，简单演示一下配 IP 吧，应该不难，很简单，就点那个网络连接，我们点这个网络以太网，我们选择，这我已经刚才已经配了，我们先展示一下，就是如果你不配或者配的不对，你看，然后你这儿如果显示直接输入192.168.1.1，它出不来的，而且它会自动添加 HTTPS，这样会有时导致你访问不了。我现在把这个 IP 配一下。192.168.1.2，自动的掩码。然后我们到这儿，我们就直接刷新这个页面，就发现它这儿加了 HTTPS 就访问不了，我们记得一定要把它删掉，要不然会出现问题。删掉我们直接再访问，这样就出来了。出来之后我们点击浏览，我们选择刚才的一个 image 的那个包，就这个包，我们打开，这样点一下就开始升级了。已经升级开始了，我们稍等一下，就为了保守起见，我们可以算一下时间嘛，3分钟肯定就完成了，我们等好，现在应该已经升级完成了。我们现在输入 IP 192.168.1，现在访问不了我忘了改 IP 了，所以这个我们平常升级时候可能也忘记的问题，所以记得一定要把那个我们刚才配置的静态 IP 给去掉，这样自动获取，全部都自动获取就可以了。我们稍等一下。IP 已经获取成功了，我们本机的 IP 145，路由的 IP 8.1，好，我们就访问。记得一定要把前面的这个 IP 这段删掉，我们直接输 IP 就可以了，要不然访问不了。现在路由器应该升级上来了，就是变成了 OpenWRT 的我们开源的配上的那个固件，我们访问一下。好，我们进来，我们输入配置一个密码，然后我们取消弱密码，然后应用进来。好，现在我们看一下固件的版本，看这边已经显示为 unknown， 就是现在我们是升级上来的一个版本，它显示为这个 unknown， 然后11月21号就没有问题。现在我们进入一个高级设置，然后我们配置一下它那个 Lucy 的界面。好，我们已经进来了，我们打开一下服务吧，你看现在 Open Class 就可以了。Open Class 就是可以我们用
我们回头可以把它配置一下，用来实现科学上网的一些东西。具体 OpenClash 怎么用，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讲。好，这个视频就先到这儿，就是我们版本已经升级上来的。我再说一下，就是说我们刚才不是下了3个文件吗？就是我们升级上来之后，如果再有新的版本更新到，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并包和这个 tar 包去对它进行升级。这个直接在在这个里边它也有升级的。就是在这儿刷写固件嘛。我们选择这包升级就可以了，这个在里就不演示了，就应该不是很难。好，先到这里。总结一下注意点，直接在 GLX1800原厂版本上升级 OpenWRT 开源固件会失败。第二，所以只能用 U-boot 的方式升级 OpenWRT 固件。第三，U-boot 的升级方式参考之前的视频。第四，配置的时候注意切换电脑的静态 IP 和动态的 DHCP IP。还有就是采用 HTTP 的方式访问，防止连不上的问题。好了，视频就到这里，谢谢大家。